在当前的牛市氛围中，加密市场情绪高涨，各类主流币和山寨币纷纷迎来暴涨，比特币价格不断刷新历史的高点 ，Solana 市值突破1000亿美元，就连曾经备受质疑的 ETH 以太坊也颇有涨势。而在这股狂热当中的话 ，Mimi Coin 成为了投资关注者的焦点，其中作为 Mimi 币代表的狗狗币更是趁势翻倍，各种沉寂已久的 Mimi 币也相继爆发。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本期这支影片呢，将以 Mimi 币作为一个切入点，分析这一现象的背景、逻辑与未来的潜力，并探讨如何在这场狂热当中找到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新技术和应用场景不断的涌现，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文化形式和传播方式。其中以衍生、共鸣、病毒式复制传播为特点的流行文化 Mimi 魔音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兴起。最初 Mimi 只是互联网上愚人节玩笑或者是玩梗，但随着 Mimi 与加密世界的融合， Mimi 币作为一种新兴的加密资产正在迅速的崛起。从梗到市值破亿， Mimi 币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加密市场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 Mimi 币背后的力量的探究和思考。那么是什么推动了此次 Mimi 币的狂热热潮呢？交易所不断上线新的 Mimi 币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币安研究院在今年5月份发布的一篇报告，高估值低初始流动性的代币。我们昨天的 Super Champion 它就是一个高估值低流动性的。那么该报告指出，在24年推出的 VC 代币普遍呈现出估值过高但初始流通量比较低的这个特点，同时也强调代币解锁对市场造成的抛压风险。报告特别提及了 Mimi 币的独特优势，多数的 Mimi 币实现了全流通的状态，且 MC 的话是市值与 FDV 全面稀释估值的比例为1:1。那这意味着什么呢？Mimi 币的持有者他不会因为代币发行而面临价值稀释的问题。尽管 Mimi 币缺乏实用安全性，那么这些特性却吸引了众多散户投资者的关注和兴趣。此篇报告发布就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反响，暗示着币安早已经关注到 Mimi 币的潜力，并认可了其对用户的吸引力。此后，币安联合创始人何一于6月份在币安广场发布文章，一方面澄清社区关切，明确表示币安并不掌握定价权。另一方面，他也反思了行业发展的历程，并指出2023年的撸毛策略或许已经不适用现在的市场环境。这些信号的话，不仅揭示了 Mimi 币在市场当中的独特吸引力，也反映出交易所对市场环境和投资者行为的深刻洞察。这一趋势的话，会表明 Mimi 币正在重塑市场规则，还展示了其在当前加密生态当中独特的增长动力和吸引力。我们不得不承认，Mimi 币在铺圈方面的潜力是十分显著的。相对于传统的山寨币， Mimi 币更适合构建社区并吸引用户投机的兴趣，迅速将潜在的用户转化为实际的投资者。而对于那些希望进入市场的用户来说，交易所的购买体验相比链上操作更加便捷直接。这种优势会成为交易所在牛市当中吸引量用户和资金的重要抓手。今年9月，币安通过同步上线大小写 Mimi 币，正式拉开了进军 Mimi 币赛道的序幕。相比于此前上线 VC 支持的山寨币遭受广泛批评， Mimi 币的引入显然为币安赢得了更多的用户和理解和支持。根据链上分析师的统计图，币安在24年的时候已经上线了18个 Mimi 币，富含了现货和期货的市场。每个 Mimi 币的市场表现不太一样，如 Pound 和 ACT 这两款 Mimi 币，其中 Pound PNUT 这个代币前段时间很火的，凭借动物保护、大选政治加马斯克概念炒得火热，上线之后呢，市值已经突破4亿美元。而 ACT 的话，只是在消息公布后不到半天的时间内涨幅超过 2500%。这种频繁上线 Mimi 币的迹象表明，币安正在积极响应市场的高涨情绪，吸引更多用户关注 Mimi 币。大多数在23年和24年诞生的 Mimi 币都昙花一现， 97% 的 Mimi 币已经接近死亡，即交易量接近0美元。虽然狗狗币和史币这样的代表性 Mimi 币分别持续了10年和4年，并且成功的在市场当中立足，但整体上来看 Mimi 币的存活率仍然非常低。快速增长与投机性使得 Mimi 币成为高风险高回报的资产类别，但它严重依赖市场的情绪，几乎没有任何基本估值支持。这意味着投资者在参与 Mimi 币市场当中面临极高的资产损失的风险。同时 PVP 市场当中的阴谋集团， Mimi 币市场的高投机性质会吸引一些试图操纵市场的团体，那一些所谓的阴谋集团会
过精心设计的拉高出货计划，利用散户投资者退出流动性来获利。以下是团体常用过方式来误导市场，请一定要认真听哦。一、创建多个新地址，集中持有代币，伪装成代币被广泛分散持有的假象。二、利用区块链的透明性吸引投资者，却难以确定代币持有者背后的实际控制人。三、补偿关键意见领袖 KOL， 通过社交媒体制造虚假热度，促使散户追捧。这些操纵行为的话，会使散户投资者成为高风险投机者当中的受害者。尽管区块链技术带来了透明性，但是在秘密市场当中，信息的不对称依然普遍存在。投资者应该对于这种市场情形保持高度的警惕。那我们讲述了很多有关于秘密币的知识，那就不得不提现在热度很高，马斯克也在极力支持的狗狗币。狗狗币诞生于2013年的12月6日，由2位工程师创立。那个时候的比特币价格急速上涨，为了嘲讽比特币呢，狗狗币就被创造出来。那既然是为了嘲讽比特币，狗狗币自然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代码呢是直接抄袭莱特币的。但是它相较于莱特币的话会更快，莱特币是 2.5 分钟就可以处理一个区块，狗狗币的话只需要1分钟就可以处理。同时比特币的总量是2100万枚，莱特币的话是8400万枚，但是狗狗币不一样，它去掉了发行的上限，第一年的话发行量就已经达到1000亿枚，那之后的话每年增发50亿枚。大家不要觉得发行加密货币是个很难的事情，狗狗币的创始人在公开信中就写到，整个开发过程呢仅仅只用了3个小时左右。当然连创始人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狗狗币竟然能够拥有现在如此高的价值啊！作为狗狗币的创始人，他在15年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离开了，并且把自己所有的狗狗币全卖了，换了一辆2手的本田轿车。那他也在公开信中说，如果当时没有卖的话，现在就可以帮助母亲承担一部分房屋贷款的压力。从这里也不难看出，狗狗币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玩笑，一个是对于当时比特币的嘲讽。而且当代码跑起来之后呢，所有发生的一切大家都是无法控制和无法预测的，其中包括狗狗币的创始人。在此之后呢，狗狗币就开始肆意妄为的疯狂发展了。相较于其他一些代币有一个天然的优势，那就是价格低廉，因此它被大量的人当作小费用来感谢别人、打赏别人。当然除了这些小费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狗狗币也经常被拥护者们用于慈善事业。网友们众筹了价值5万美元的狗狗币，用于缓解肯尼亚水资源的危机，也热心筹款帮助残障儿童。那除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商店都开始接受狗狗币的支付。在今天这个网站当中可以看到，一共有1317家商店已经接受狗狗币的付款，而且是各行各业都有，从购物到旅游，从赌博到游戏。当然狗狗币火起来的原因还是因为它处于密码化的中心，图像中的柴犬在狗狗币没有火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张火遍大江南北的恶搞图了。而在狗狗币上线之后，又有顶级流量埃隆·马斯克为他代言，其实很多朋友相信的不是狗狗币了，而是相信的是马斯克。是因为马斯克发送一篇推文促使狗狗币暴涨，那这样一说的话，是要投资狗狗币吗？其实并不然。在狗狗币狂欢的背后呢，有什么样的危险性等着大家呢？我们总结的4点啊。第一点，它就是它疯狂的通货膨胀率。我们都知道，第一年发行了1000亿，之后每年发行50亿，过量的发行代币势必会降低它的购买力，导致投资狗狗币的从长期来看不是一个保值的好方法。当然，如果你投资狗狗币只是为了赶一波热度，那的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投资狗狗币只是为了存钱买房，预防通货膨胀，那可能需要审视一下你自己的投资的决策了。第二点，狗狗币的话已经基本上不开发了。要知道，以太坊、贝斯链、Solana、Polygon 等都是在高速开发之中呢，生态也是越来越成熟。一个代码已经不再维护纯靠热度的项目，在未来其他项目热度变高的时候，就会快速褪去其原有的光泽。第三，富人太富。狗狗币虽然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但是根据财产的分配来看，并没有完全的去中心化。从狗狗币的地址当中就可以看到，最富有的一个人已经拥有了接近 30% 的狗狗币，也就是360亿颗狗狗币。而最有钱的100个人呢，他们拥有差不多 70% 的狗狗币。所以多数资金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绝对不是一件好的事情。第四，狗狗币和比特币一样不支持智能合约。智能合约我觉得才是区块链的灵魂所在，才是未来币圈的方向。最后让我们一起总结一下，秘密币的话非常短平快，波动大，有很强的参与感和刺激感，但是在参与的时候切勿因自己的盲目情绪，因为情绪波动而一时购买大量的可能会归零的一些代币。
没有价值支撑的资产是走不远的，所以秘密币热潮过后呢，还是要回归理性，资金还是会去找那些有叙事、有想象空间的资产，那这些资产才会有更大的追泡泡的空间。所以不要对 ETH 为代表的 VC 币灰心，资金最终还是要流向有更大叙事的代币。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如果您正准备进军加密世界，还没有注册交易所，现在机会来了，只需要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注册币安、OKX、BitGet 或者 GetL 等主流交易所，就可以轻松享受交易手续费的专属折扣优惠。新用户还有机会获得海量空投、新手福利和相对应的体验金，帮助我们轻松开启加密世界的第一步。千万不要错过，赶紧使用到下方的邀请注册链接，享受这些专属的福利吧。